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今天在工地呢，接到一个紧急的任务，我需要尽快的复原一处因为漏水而发黄的墙壁。有刷过室内涂料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漏水、反碱、发黄的墙壁是非常不好处理的。今天呢，小李哥就用施工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带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难题。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今天我们接到一个非常紧急并且不好做的任务。那我们看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漏水的痕迹。那这个房子呢，因为经纪明天就要上盘了，等于只有2天到3天的时间。这种情况，因为它漏过水了，而且起黄渍了，它刷漆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刷掉。你可能会发现那个黄渍，你刷一层油漆上去，它还在；第2层还在；第3层还在，刷个5、6层它都盖不掉。因为这个黄渍呢，其实是灰板里面的碱性的物质，它因为沾了水了之后，这碱性的物质溶解出来这个表面，然后呢，把这个油漆的化学性质改变了，所以它才变成这个黄色。所以你如果再刷一层水性的油漆上去，你等于再把那个碱性的物质溶出来。这边呢，因为漏水的关系，所以呢，它有些掉皮，我们要把这个掉皮的东西要用腻子处理。所以呢，虽然就是一间小小间的穿衣房正常来说是需要花3天，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一些步骤尽可能的优化。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先来把这个胶带给上了。那为什么要先上这个胶带呢？因为待会呢，当我们开始补灰啊这些东西，它会有灰，那有灰尘之后呢，这个胶带就不那么好贴了。所以呢，我们一定是先把胶带给贴了。这边呢，会有很多朋友跟小李哥讲，我们可以用油漆刷慢慢修啊。话是没错啦，但是你用油漆刷慢慢修不一定比较快，而且做出来其实也不那么好看。所以呢，我们用胶带，这样比较没有顾虑。最近呢，加拿大的物价大涨，所以胶带呢都开始变贵了。以前这个胶带3、4块钱一卷，现在好贵咯，要7、8块了。今天呢，这个特别的日子，听说呢，我们的总理杜鲁多辞了党魁职位。其实我不喜欢讲政治，但是今天正好发生了嘛。那大家好像觉得一切的责任都是他，但是我是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个短时间呢，也许会有一些庆祝行情，比如说有人讲今天加币就涨了，但是长期是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们现在把这个胶带贴上去，趁这个墙还干净的时候把这个胶带贴上去。我说过我们要优化一下步骤，就是说我们既然没那么多时间做嘛，我们就让步骤尽量变得再简单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我计划是底漆做完，做完了之后呢，把那个地脚线刷一下。前几年因为疫情嘛，让很多房子都晚交了。对啊，因为疫情没办法上班啊。很多工人都没有上班，然后很多房子都晚交了。那晚交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后面就拼命赶了，那每一家都要赶，就有很多做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大楼的管路啊，处理的没有很好，尤其是这几年的房子。我这样讲会爆太多料，但是好就是好啊，小李哥就这个个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就实话讲，不好的部分我们就要把它做好，要有人讲实话，这收获才会更好啊。好，现在我们就贴完啦。那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动作我们先铲，
把这些起皮的地方，那些起皮的地方，好，我们把它铲掉。我们在上底漆之前，先把这些起皮的地方铲掉，那这样我们底漆才能上到真正有泛碱的地方。那些浸泡到水的灰板，两个都很惨。好，这个我们要先铲掉。如果漏水马上处理，不会弄到那么惨。还有上面，其实这理论哦，给我3天我会做得更好。不是3个整天呢，就是要来3趟。但是呢，看来是没那么多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一点底漆，把那个黄渍给盖住。底漆我们就上这些沾水的地方。大家看，我把下面的地板清洁了一下，不要让它粉尘积到下面了，沾到我油漆刷上，挂到墙上去，变得墙上会有凸起。好，地上我们再铺个布。在刷房间底漆这一段，小李哥忘了按下摄影机，所以呢，我没有拍到任何的画面。不过还好啦，房间底漆的刷法其实和刷面漆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参考之后的面漆刷法。大家在这里反而要比较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用的是防碱底漆，这和我们常用的灰板底漆是不一样的。影片中的2款产品是小李哥比较推荐的2个品牌，特别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这里大致刷了一遍，好，现在还有上面，好，那上面实在拍不到了，然后上面我就自己上去刷了。好，我们现在上面都刷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吹一下风，让它吹吹风。我今天一定要让它下面干，然后墙壁有基本的干燥，好，那我才能够去做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是要把下面的地脚线，我今天要先把它刷起来，然后还有墙上的补土我要先补了，就是要把它补平。大家看啊，底漆上完了，其实还会有一点点我们看得到黄渍，那个可以不用管它，本来就是会这样正常的，我们只要能够把盖过一层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吹风了，吹风机。注意哦，不要把那个尘给吹上去了，所以我会朝上，它会自己有空气循环，所以，好，我们开到最大。这个要吹多久呢？这个房间底漆啊，干得比较快，我们要吹至少半个小时。这里是43楼的公寓，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芬勒比的美景。好，打开了。哇，你看，周围你看有云海，其实不是云海啊，今天啊刚好有雾啊，所以我们看下面，天车从下面走过去，看到没有？其实我们现在是43楼而已，那我们看起来就像云海一样，很漂亮。温哥华这种蓝天白云的天气很美丽，但是呢，冬天这里就雨哥华。冬天的温哥华真的没有几天是晴天的。好，我们看今年是暖冬远处的山我们只有山顶是白头的这里看不到滑雪场滑雪场在那个位置。今年喜欢滑雪的朋友们，如果你是滑雪发烧友的话，追求刺激的话，您可以不用去了，因为山上的雪层很薄，估计一些比较难的滑道它是不会开的。但是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的话，还是不错的，滑雪场都有开。但是呢，难一点的滑道估计都没有开，我已经查过了。温哥华就是大景多，随便一拍都是大景，真是很漂亮。43楼，差不多啦。我们来看一下墙干了没有。这个墙呢要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手摸不沾漆。来，我们看，其实都干了我们今天还有2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一些掉皮的部分补掉，另外一部分要刷地脚线。那刷漆有个原则，就是脏的东西先做。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它会掉一些粉末啊，这些东西还会下来。所以呢，我们一样，墙要先补。我们先给大家看我们补上面的部分，因为其实真的只有上面这一条比较好拍，另外一条真是不好拍。好，我会拿2块板子。小李哥讲我们这是急修。正常来讲，在工地我们会有一个手板，就是拿着补土板，就是大家工作的习惯。那有些人就是拿2个这样子，像我这样的刮刀，或者甚至拿一个像
水泥刮刀，一手水泥刮刀，然后一手是补土刮刀，这样就可以补了。小李哥其实是习惯拿补土板的，但是今天我实在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朋友叫了就赶紧过来，这就是帮忙。很熟的经纪朋友，明天要上盘了，我们要帮忙。我这经纪朋友非常负责，很诚实、认真、努力的台湾人。我们看现在哦，在这边有很多朋友的做事哦，只要跟自己没有立即性的责任关系哦，通常来讲不会很管。但是我这个朋友不一样，他在意，我们就在意他的在意啊。那如果大家想要认识他的话，在下方留言吧。我们看刮上去，有时候我这上面有锈啊，那这些锈就会刮上去，那个油漆都会盖掉。那最后这个不影响它整体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刷地脚线啦。那这个地脚线呢，我们看我们刚刚刷上去的底漆，现在都已经不沾手了。那刷这个地脚线呢，我把地面稍微打扫一下，但是呢，这边空间实在太小了，我这边没办法把那个保护纸贴起来，好，我就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就是我们明明地脚线的部分啊都是白色的，为什么还要去特别刷一次地脚线？因为地脚线的油漆的亮度它跟一般的油漆不一样，地脚线的油漆就是 semi gloss。它是比较亮的，所以呢，你不能拿刷墙的油漆去刷地脚线，亮度不对。有些师傅会跟你讲这个是穿衣房嘛，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人做事真的是不能这样，一切做事都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算是一小节的地脚线，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它就一小节看不太到。然后我们就给它用了便宜的刷墙的油漆，或甚至我就把它刷一遍也就算了。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小小一节地脚线，但是我们还是要刷2次，因为加拿大油漆就是 two cover coat， 不管你颜色再怎么像，我们面漆一定是刷2次。好，这是第一遍。那现在一样，吹风机开下去，先把它吹干，一定要吹干，我们才能刷第2遍。这大概估计也要等个30分钟吧。什么时候可以刷第2层呢？就是我们看，当你摸它的时候，它已经不沾手了，它就可以刷第2层。好，我们现在开始刷第2层吧。刷这个地脚线 semi gloss 的油漆啊，其实漆刷跟刷墙的漆刷是有点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些油漆工会用一样的啦。你看小李哥用的，它的毛是红色的。它这个漆刷，它是专门刷这种亮面的油漆的，刷起来整体的油漆的表现会比较好，就好像镜子一样，它自己会反光，看到没有？对 ，semi gloss 的油漆，所以你仔细看它跟墙漆质感是不一样的。好，今天就刷到这边。可能会有朋友讲说，你可以把这边继续吹干啊，然后我们今天一次把它做掉。好，第一个现在已经晚了，第二就是我们看这边多土，其实它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硬去吹它，里面的土它会是软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刷过这个房间底漆嘛，那这个房间底漆是不沾手了，没有错。但是最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再给它多放一段时间。那再来呢，我们的地脚线这一条线地脚线啊，那我们上面还要贴一个胶带去跟墙隔开，我们才去刷墙。所以呢，你现在我们地脚线刚刷好，我们没办法贴那层胶带。就算我把它吹干了，那个漆还没有很硬，我们把它贴上了胶带，那可能一撕掉，油漆就跟着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不能做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做工的一个仔细的习惯，我们也是不能贪快，该做的流程也都是要做。好，今天我们尽可能优化，把今天做到这边，然后明天我们把墙磨一磨，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刷了。好，我们接下来就等明天吧。今天我们又来了，那我们要接续把这些做完。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有些不联系的部分跟各位讲一下。这里啊，
我们贴的胶带，就是不要刷到的地方，我们先把它贴起来。那这个贴胶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没有拍起来。那这里这根杆子在这里，好，那我把它拿掉，好，这根掉一杆，那待会再把它装回去就好。接下来呢，我们贴完了之后就要做打磨。那一样啊，为什么要先贴胶带？因为打磨粉掉下来之后呢，我们胶带就很不好贴了。我们都会先保护的先做起来，我们再去做比较脏的部分。那打磨，那我们看这个角呢，我们只要用这种有直角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磨出那个直角来。那一样啊，这边比较好拍，我们拍这边就好了。你看这角这样就磨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直角就可以用这个位置。就可以把它磨出来。那下面也是一样，它是有凹下去，但是它并没有很深，所以这边算是相对好磨的。那有些房子它必须要补很深，它一次都补不过去，补很深还是没办法，就要跟他讲再延一天。但是看起来不深，我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处理好。有时候这么小的空间哦，我们很容易磨到抽筋，因为肌肉真的没办法使力啊，就很小。这个位置相对也比较不好，比较窄，所以我们是用手把它填进去的。那我们今天就比较靠打磨去磨这一块，因为它逆子刀是进不去的。以台湾人的说法叫补土刀啦。台湾这个动作叫补土，香港人呢，南方人叫逼灰，北方人叫补逆子。小李哥刚来这边的时候啊，公司的同事就是大陆的一个北方人，所以有时候叫补逆子就习惯了。其实以前我们在台湾就叫补土包头啊，台湾朋友听补土会比较习惯。这个上面啊，我们看这上面啊，你实在太难拍了。如果我拍下去，就是我一个大头挡在那边，一样我就关掉了，我就自己做。上面我已经刷完了，我先刷这边，刷给各位看。加拿大主要的刷漆方法是滚刷法，就是大部分的墙面我们都是用油漆滚来刷的。因为这次的施工空间比较小，所以呢，我只使用了4寸半的 roller。影片中分享的这一款 roller， 转动比较顺畅，也比较好控制，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品牌，提供给大家参考。喜欢看小李哥影片的朋友一定知道，小李哥特别推荐 Benjamin Moore 的油漆，就是因为 Benjamin Moore 的油漆完全无毒和特别环保。真香啊！这一点在今天的这一场工作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我们施工的这一间穿衣房空间很小，通风又不良，而且这个维修完工之后就要立刻的 open house。我们用好一点的油漆，不但可以对客户负责，也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友善。现在我们就刷了第一遍，那待会我们先吹风，一样我们把工具放下去，然后去吹风，然后吹大概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刷第2遍。那我下面地面我已经帮它稍微擦过了，先帮它吹风，把它吹风吹第2遍，吹风完之后我们再刷第2遍。要等多久才能刷第2层的面漆呢？就是要等到第1层的涂料不沾手。这种涂料的干燥程度就是所谓的 surface dry。如果你想要涂料的覆盖能力能够更好一些，您可以再放上1个晚上，第1层的面漆里外都完全干了，再刷第2层。但是这一次的修补，我们刷上去的新涂料的颜色和原来的墙色是一样的。发黄的水渍呢，我们又已经用了房间底漆来覆盖，我们就可以节省这个时间，让这次的维修能够快一点完成。至于第2层的刷法，基本上也和第1层没什么不同，只是我们在刷第2层的时候要刷得更慢一些，要比较注意表面的颗粒和粘黏。所有的装修工作也都是这样，越接近完工我们就要越小心。
第二层面漆刷完，我们把油漆胶带给撕掉，现场打扫好，我们就大功告成啦。今天的这部影片算是小李哥的新尝试。小李哥发现边做边说，我的自由度比较大，也更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临场感，体验真实的装修现场。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样风格的影片。如果您对小李哥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欢迎您在下方留言，留下您宝贵的意见。最后还是要麻烦支持小李哥的朋友们，帮我的影片点个赞，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您那个小动作对我持续创作的帮助都非常的大。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拜拜。